哇！如果你星期四晚嚇到清倉走人，咁你星期五朝早起身應該會想打爆個報價機。大家記唔記得前兩日個市仲好似世界末日咁 ，Bitcoin 跌穿6萬 ，Amazon 俾人沽到阿媽都唔認得。點知去到星期五收市，道指竟然一口氣升超過1200點，歷史性咁升穿5萬點大關。你冇聽錯，係5萬點。究竟係邊個有咁大本事扭轉乾坤？咪就係皮褸王黃仁勳。當全個市場都喺度鬧 AI 燒錢係無底洞嘅時候，佢用幾句說話直接刮咗淡友一巴，令 Nvidia 單日反彈100%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下呢場由絕望到狂歡嘅24小時背後到底發生咗咩事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返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好，入正題，點解個市會喺星期五出現咁戲劇性嘅 V 型反彈？核心原因有兩個，第一個亦係最關鍵嘅係黃仁勳解開咗市場嘅心結。大家知唔知星期四點解跌？因為 Amazon 話今年要掟2000億美元搞 AI， 嚇到投資者以為科網泡沫 2.0 要爆啦，覺得啲錢係掉落鹹水海。但係星期五，黃仁勳直接出嚟定調，佢話企業買 AI 晶片唔係消費，係投資生產力。佢仲踢爆咗一點，話連6年前嘅舊款 A100 晶片，依家都仲係租爆緊，完全供不應求。呢番話直接話俾華爾街知 ，AI 唔係空氣，係會生金蛋嘅鵝。所以你見到資金即刻由恐慌拋售變成恐慌性買入。第二個推手係宏觀經濟嘅壞消息變好消息。根據富瑞策略師 Mohit Kumar 最新嘅分析，美國最新嘅就業數據開始轉弱，加上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雖然升咗少少，但依然疲弱。市場開始預期聯儲局新班子，特別係如果由 Kevin Warsh 接手，可能會比想象中更鴿派。投資者覺得減息週期可能會提速，於是流動性預期再一次充斥市場，將個市推上新高。不過喺一片歡呼聲背後，我想帶大家睇一樣好詭異嘅現象，呢個亦係我喺過去幾日會員通訊入面提到嘅異常信號。大家睇下 Bitcoin 同貴金屬，星期四現貨銀價一日跌19%，Bitcoin 跌穿6萬。星期五兩樣嘢又突然爆升翻10%至20%。老實講，正常嘅資產係唔會咁樣喐嘅，呢種叫做流動性閃崩 （liquidity crash）。根據我哋嘅數據模型分析，呢種走勢通常發生喺槓桿過高嘅市場，即係話星期四嗰一棍係一次大規模嘅 margin call， 將嗰啲借錢炒幣、炒金嘅人強行斬倉，斬完之後點？貨源歸邊咯。聰明錢 smart money 就趁低吸納，所以星期五先會彈得咁勁。但係大家要小心，根據歷史經驗，呢種 V 型反彈之後，市場通常會經歷一段長時間嘅震盪，即係所謂嘅消化期。如果你喺星期四嚇到走咗貨，星期五又追返入去，你就正正係俾個市左一巴右一巴啦。好，嚟到今集嘅戲肉，我想深入講下今次市場反轉嘅核心爭議 AI 資本開支 Capex。之前市場驚 Amazon 掟錢落海係因為覺得 AI 變異慢，但係黃仁勳星期五嘅回應將成件事嘅邏輯改寫咗，佢將算力定義為生財工具而唔係消耗品。試下咁諗，如果 Amazon 起數據中心好似起樓收租咁，只要租得出，起得越多越好賺。黃仁勳話俾大家知 OpenAI 同 Anthropic 已經賺緊大錢，而且舊晶片都租得出去。呢個觀點一旦被市場接納，咁之後 Meta、Microsoft 再宣布加大投資，市場就唔會再恐慌，反而會當係利好消息。呢個就係點解星期五個市可以由跌轉升嘅關鍵邏輯轉變。最後，大家要留意，特朗普雖然喺 Truth Social 吹噓道指會見10萬點，呢句說話雖然誇張，但係會為下星期一嘅市場提供情緒支撐。特別係對於 Crypto 市場，比特幣雖然彈翻上7萬1，但上方7萬至8萬呢個區間係之前 ETF 入場嘅蟹貨區。特朗普嘅言論可能會吸引散戶再次入場搏殺，但我建議大家如果見到比特幣衝高但無力突破8萬，就要識得食糊，唔好太迷信10萬點呢啲口號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